尔笑声中，那激烈交战的神音魔音是哪里来的？恐怕和神女关遗迹有关。神谷铮铮，夜中起舞。当年昌盛一时的神国，而今灰飞烟灭，止于残阴。为何偏偏被木耳遇上？木耳长大了，你们别老操心，我陪他去江里洗洗身上的脏污，免得又来些什么怪物想抓他。木耳写完就训练，等到修炼好了，管他什么共鸣都不怕。两岸猿声啼不住，风萧萧兮不当寒。木耳，一起快点儿，爷爷们还要训练你。神魔共鸣，即便是灵胎境巅峰也难以承受，旁人更是随时可能魂飞魄散。眼下木耳还能承受，但长此以往，神魔共鸣对木耳来说到底是好是坏？神魔之音在木耳体内互相杀伐，铸成噩梦，一直在耗损他的星魂。这也是锻炼木耳心境的机会。神音魔音来自大虚，或许我们应该让他接触更多大虚异象。不行，大虚潜藏了太多危险。木耳已经证明了他有实力应对。我们是时候逐步放手了。被我捡回来的小婴儿，现在真的长大了。他只是残老村养大的孩子，总有一天要离开的。外面比大虚还要危险得多。至少，在他离开前，我们要教给他足够活下去的本事。我终于可以一个人出门历练了，太好了！不知道大虚的遗迹里还有什么秘密？会不会对我冲击灵胎壁有帮助呢？阴八世第一式，只身东海，挟春雷。
是没能做到掌心雷。那爷爷说一拳一掌，迸发雷霆爆音，雷音要威力惊人，摄人心魂，才算达到了雷音8式的最低层次。遗迹，这里是永江下游，我不知不觉竟然跑了这么远。原来不是遗迹，是座庙宇。这些链条锁住了一个铜像。奇怪，大墟里多是龙王庙，这座庙里的铜像却不像龙，也不像神，反而有点像传说中普度众生的禅尊。瞎爷爷说，进庙烧香拜禅尊是规矩，我没有带香，只能在庙前歇脚。小生残老村人，家住在永江边，借宝地歇脚，惊扰了此地主人，心中不安。还有，木儿，你要是在荒郊野外落了单，千万记得说一句话。啊！夏爷爷是老江湖，他说的话肯定不会有错。小生自幼体弱多病，庙里若是有神女姐姐，莫要来害我。嘿。你说话真是有趣。这位是神女姐姐吗？哪有什么神女姐姐？我叫仙青儿，就住在附近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秦牧，就是姓秦的放牛娃的意思。哎，你的牛呢？牛变成了女人，现在没有牛了。怎么变的？你会变吗？你还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啊？快进来跟我说说。带香不能进去参拜。你想知道好玩的事情，出来便是。进来嘛，你不是想找个地方歇脚吗？进来休息一下嘛。进来嘛。我自幼体弱。你进来呀。不。给我进来！原来这些缠在铜匠身上的铁链，一端沉入永江，另一端就锁在这个怪物的身上。天杀的贼畜！你修成的铲子就忘了自己可这样吗？老娘就像石宝混族，你偏不认！你要杀了老娘不成？贼徒，你不是想动我吗？我饿死了，吃人家积功德，吃人家血修禅，送上门的肉，送上门的肉啊！那些白骨都是人骨，到底有多少人死在这庙中？虽然不知道
雕怎么修成了禅宗，但这尊铜像可以镇压怪物，或许也可以助我破开灵胎壁。Preta Maha Graha Preta Maha Pashupati Preta Maha Graha Preta Maha Pashupati Preta Maha Graha Preta Maha Pashupati 邪魔外道，胆敢在本尊面前放肆！这尊铜像竟能活过来！运送魔音，无法无天。我以禅音降你。贼徒，你要再见了！修禅就是要我受苦受痛的。好强的禅意！魔音有效果。神印被禅意分散了，好机会！Preta Maha Graha成功了！元气充盈全身，成功了！我真的破壁成功了，太好了！邪魔消散，本尊又有功德一件。太好了！太好了！嘿！奇怪，听爷爷们说，应该有4灵模样的灵胎才对，怎么什么东西都没有？那是什么？一个小孩的石像。难道这个石像就是灵胎？怎么越看越觉得熟悉？这不是我小时候的模样吗？谁雕了个我的像，藏在我的灵胎神藏里？好神奇啊，晶莹剔透的。还有点柔软。怎么回事？哎，发生了什么？我的意识进到了石像里，石像果然是灵胎，我的霸体觉醒了。
还是灵胎。我的霸体觉醒了。奇怪，元气怎么还是没有属性？不会也被神封住了吧？回去问问爷爷们。刚刚铜像还活过来呢，这会儿怎么不动了？再用魔音引出他试试。正好一并治了你。他妈哈瓜哈，他妈哈帕修帕提。孽障，还敢放肆！之前果然是你在说魔语，最多你是真相，都说了不是我。好小子，你居然敢这么对老娘！别念了，别念了，饶命，饶命！哼！魔音一停，又没动静了。说是镇压妖怪，又放任妖怪把人骗进来吃，到底打的什么主意？贤青儿，你这庙里都有什么宝物？哪有宝物？宝物都被贼偷弄走了。不过他倒是落下了挺多经书。经书？那小雷音宗，这名字和马爷爷的拳法雷音巴士好像。贼徒想教老娘念经，哼！老娘找了个带毒。没别的了？没了，就这些了。Pratama。哎呀，我确实搜刮了点好东西。只有这些？你别小看了他们。喏，这柄燕翅刀就是六合神藏中才能运生的宝物，威力惊人，叫做灵冰。你这是什么刀？六合境高手用自身元气运养的灵冰，居然一碰到它就断。我们村雅爷爷练的，叫杀猪刀。这么好的炼制手法，凑把杀猪刀，真是暴殄天物啊！不许侮辱雅爷爷。那包袱里藏的什么？没什么。你都有那么好的兵器了，肯定瞧不上我这小玩意儿吧？婆婆说了，凭本事到手的东西，一定要通通带走。谁教出来的放牛娃？老娘实录还敢打劫老娘，无法无天，真是无法无天！老娘与你们不共戴天，总有一天我要报仇雪恨，誓不罢休！你有没有在听啊？你就跟那贼徒一样，臭不要脸，欺负我一个弱女子，你杀我也，气杀我也！这些都是你从古庙抢来的。木儿已经学会孝敬我们了，真是年轻有为啊！那舞女堪比7星境强者，镇压她的铜像也颇有来历。有次我见舞女吃人太多，打算杀了她，却被铜像阻拦，没能成功。马爷爷，铜像都镇住妖怪了，为什么还让他吃人呢？妖怪吃的人越多，罪孽越深，镇妖渡妖的功德越大，这就是铜像要赚的大功德。灵冰质量不好，不打紧，我带去香龙城卖掉。婆婆、爷爷，其实还有件事，我的霸体觉醒了。
哑巴，你新炼制的铁耳没毛病吧？我好像听到什么霸体觉醒。木儿，快说说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村长，有事！咱们残老村万古无一的霸体终于觉醒了。木儿借神魔禅音破壁，的确觉醒了。凡人觉醒，闻所未闻。可我的元气还是没有属性，要怎么激发属性呢？这灵胎分为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4类，对应4灵属性。木儿的灵胎是什么？是个人。从未有过人形灵胎的功法。功法是人创造的，老子谁也不服，自创杀猪刀法，激发霸体属性的功法，为何我们不能创造？就算我们不成，木儿也可以自己创造。屠爷放心，我一定行。既然霸体已经觉醒，像从前那样修炼就不够了，得整个陪练，逼出他霸体元气的威力。神魔禅3音共鸣的冲击与日俱增，即便是霸体也会损坏星魂。村长，你一定有法子，对不对？你当年乃是……我只是个老残废罢了。不过，有个人或许能帮他。从神女关回来后，你每晚都在做噩梦，梦到了什么？神和魔在打仗，到处都是死亡。我知道梦是假的，但你对神魔的畏惧却是真的，这才被压垮心境。木儿，你甘心输给自己的恐惧吗？我是霸体，我不认输。好，夏爷爷教你一门不需要元气属性的统法——直面神魔。木儿，你觉得石像为什么能抵御黑暗？因为石像会发光。石像并不都会发光，就像你跟随聋子学书画，你的画只是一张纸，但聋子的画不仅能动，甚至能脱画而出。同样是画，为何不一样？画画的人不一样。普通人的像不能发光，更无法抵御黑暗，石像也是如此。但这个是神的像，传说是神其肉身所化，背着石像，相当于背负着一尊神，负神前行，奇重无比。石像相当于神。我教你的九重天开眼法，就是要开神眼，去见石像中的神。这两个是我的眼睛吗？你头顶的天，就是九重天开眼法第一重天，神霄天。记住天上的图案，那是神霄天的36天罡阵纹。现在，你再来看看石像，是否与从前有所不同？继续看。
神的元神。不准跪！一旦跪下，有了奴性就再难站起来。继续看。蛇和龟在动，是玄武。玄武神活过来了。不对，仔细看，这是旧时代玄武灵体修成的神奇。灵体，他是人修炼成的神，他还活着。他在旧时代就死了，如今只是个石像，一堆石头。你要跪他吗？你小时候还爬到石架上吃喝拉撒，为何长大了反而要跪？修炼之道重在修心。你的道心若是败给破石头，武力再强也干不成大事。延康国当朝国师，那位神下第一人，他曾说过一句看似大逆不道的话：破庙中神易，破心中神难。心里的神，压在你心上的都是伪神、假神，必须打破。任何让你跪下做奴隶的，哪怕是真神，也绝不能跪。绝不能跪。反而要尿他。尿他？可神不是保护我们的吗？错，神的石像只是死物，真正保护我们的是人。师从千里外把石像一个个背到村子的村长、哑巴、马爷，是他们让神为人所用。与其跪神乞怜，不如站着做自己的神。自己的神？怎么？小时候敢尿，现在不敢了？当然敢！嘿，这世上谁也不比谁高贵。去他的神！去他的神！又是你这个大个子！雷音八式第3式，九龙御风雷。逃不掉！你没有武器，那我也不用武器，咱们用拳头打。刀拳。不打了，休息，休息。练，撞。迎接打。
神魔禅三阴剑指，心境一变，木儿的噩梦也可以解除了。瞎子真是个骚情的怪才，居然想到尿石像，既破了木儿心中神，也破了他心中挖掉他一双神眼的伪神。那个意气风发的枪中之神回来了。枪神最强大的地方，并非是枪，而是他那双能够看穿一切招式破绽的神眼。当年他双目尽毁后，道心崩溃，多亏有了木儿，他才重新振作。这次为了传授木儿神眼，他竟以自己的心代替眼睛，开辟出了新神眼。新神眼将超过曾经的神眼，枪神也将超过从前的那个枪神。瞎子，你走出大虚时，你的敌人将会颤抖。木儿作为你的传人，必将有所成就。神霄天眼，看，这道圆环就是神霄天天罡阵纹变成的吗？我刚学到九重天开眼法的第一重，等修成9重，眼里应该会有9道环环相套的圆环了吧？像10个重叠的眼瞳一样。夏爷爷的眼法好厉害，第一重就能看到万物体内元气的走势，嘿，太好了！大个子，我学了个新招式，咱们来打架吧！小不掉。雷音8式第3式9龙御风雷，我只施展过1次，就被他学会了。神霄天眼，开！你学会了招式外在的力量，但没有学会内在元气的运转，破绽太多。雷音8式第2式，弹指惊雷琵琶手。我哥，你弟，我更壮。神霄天眼对元气的消耗太大，已经没有力气了。哎，大个子，我教你一个恢复元气的功法，叫做霸体3单功。这么快就学会了，真是个武学天才。你把元气运转的方法运用到全法里，就能发挥出雷音8式的真正威力了。我把完整的雷音8式打给你看。大个子，好好修炼，明天我教你偷天神腿，咱们接着打。大个子进步惊人，
很快不使出神霄天眼，我便无法占据任何上风。村长爷爷说霸体举世无双，一定是因为我不够努力，找不出霸体觉醒属性的方法，才会被大个子赶上。我必须加倍努力。没想到，最终帮我觉醒属性的，竟然是雅爷爷。那天，雅爷爷正教我用神霄天眼观火观水。木儿，心神守一，用灵胎吐纳，把火属性元气收回去。木儿，你在观水，想想瞎子教你的枪法。出来！霸体第二次觉醒，还是水火双属性。哑巴，你怎么想到观火水的方法？没有人知道哑巴的来历，只知道他被人割了舌头。现在看来，平日里最不显山露水的哑巴，恐怕是村子里除我之外修为造诣最高的人。将来我们死了，木儿也能活下去了。该死的马爷，我都快被你弄哭了。可惜死老太婆去了小楼城买东西，不然哭的最狠的就是她。这是好事，我们都应该笑。木儿，现在能做到元气化丝，以气控物了吗？这么粗的元气丝，叫元气胳膊也不错，打架也很威猛。炼气成丝，以气御剑，乃是控剑术的基础。元气胳膊的韧度、强度和灵敏度都大大不如元气丝，还是得早日炼气成丝才行。村长，我不明白，论起剑法，试问天下间还有谁比你更强？我们都将各自所长传给了木儿，你为何不传？我想传，但木儿担不起。当年我手脚齐全时也没能担起。否则我也不用躲在大徐。难道你的手脚是被剑斩断的？传我的功，便要担起我的责任。我担不起，现在的木儿更担不起。我知道了，我亦担忧，等有日木儿踏出大虚，我们的前尘往事会一一找上他。偷天神盾，踏破须弥山。大个子，
你学得真快！来，接着练霸体三单功。大个子是这个领地的统治者，也是这些族群的保护者。他对入侵者很凶，对自己人却很好。看来这里就是大个子躲避黑暗的遗迹了。好雄伟的宫殿！这也太气派了！这石像也是神的肉身所化吗？神霄天眼，看！神韵气魄非凡。这位神是什么灵体？跟爷爷们说的4大灵体都不一样。我从没见过，难道旧时代不只有4种灵体？小不点来了！小不点看啊，这是霸体三单功的导引图。大个子，你是发现了壁画上的功法跟霸体三单功相仿，才带我来看？霸体三单功难道是旧时代的功法吗？居然被刻在了墙壁上，恐怕这些壁画就是霸体的后续功法。先将它们记下，等回村后再好好研习。这座宫殿如此破败，不知道上面的壁画还能保持多久。不过没关系，哪怕壁画被完全毁掉，也会在我这里流传下去，交给下一个霸体。这是龙爷爷教过我的旧时代文字，上面写着永江，就是我们村口的那条。难道这是大虚的地图？大个子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奇怪，这里应该是残老村，地图上却没有。附近反而画了一条龙，还写着永江龙王。这口井的旁边写着天井龙王，而这里竟然写着海眼龙王。可我分明记得，这里是婆婆和爷爷们常去赶集的奶奶庙。龙庙，这么多龙王，难怪大虚有这么多龙王庙。诶，仙妻儿被镇压的古庙，还有婆婆去卖东西的香龙城，都不在这幅地图上。太阳船，这世上还有能装下太阳的船？还有这个月亮井和月亮船，大虚分明没有月亮，难道都躲到了这里？神女关，我去过这处遗迹，当时有神女夜中起舞，抵御黑暗。婆婆曾说，在黑暗降临大虚之前，旧时代有个昌盛繁华的神国，后来灾变爆发，天塌地陷，大虚才变成现在这副荒芜模样。难道这幅地图就是灾变之前的大虚？村长，这次我去香龙城的路上，见到一些人。漓江派来寻仇了。这么快？
来人之中应有不凡之辈，若是木儿被他们缠上，倒是个麻烦。无妨，木儿同魔猿日渐亲近，他一早就出村寻魔猿对练去了。只要让那些不速之客在木儿回村前消失便是。